欢迎来到巴巴娱乐呀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琉璃成毅，他不太像明星，更像是职场中一步步熬出来的我们。01，每一年都有几个爆红起来的明星。2025年是朱一龙，2025年是肖战，2025年是属于成毅。今年的一部仙侠剧《琉璃》悄无声息地席卷了各个媒体。戏中饰演司凤的男主成毅真正的红了起来。说真的，看《琉璃》之前，很多人和我一样对成毅一点印象也没有。因为司凤这个角色，人们看见了他扮相亮眼，有难得的破碎感，演技好，甚至指甲盖是粉粉的，都被夸可爱。人们对演员的热爱是很狂热的。就像是刚刚在一起的恋人，除了自带滤镜以外，还会拿着显微镜寻找他身上的优点，不然不足以表达自己的爱意。翻开成毅以往参演的戏，要么就是没有在主演名单里打酱油的角色，要么好不容易上了名单，却连豆瓣评分也没有，剩下的都是评分不及格的，剧情一言难尽。就算是带着爆红剧里的完美人设，也很难让人看下去。只能说，演技还不错，赶紧关掉。唯一一部跨过及格线的青云志，他在戏中演的林惊羽，演技可圈可点，却被网友们质疑抢了主角的戏，被骂得连网都不敢上。怎么看都有些苦，哈哈。但是每年有那么多播不了的电视，那么多专业院校毕业的学生改行做其他的，有觉得一切都很正常。02，看一个红起来的明星，最有趣的是看他成名之前的采访。那时候的他们刚刚闯进这个圈子，一切都还很新鲜，又带着普通人的诚实质朴，在采访中大部分还是自己真实的想法，不像成名之后的采访，越来越多的话术包裹着一些没有营养的回答，变得了无声趣。前几年因为网剧刚红起来的黄景瑜，说在接拍网剧上瘾的时候，就以为是一个普通的活儿，干完拿钱走人。当导演跟他畅想成名之后的雄伟蓝图时，他只关心能不能按时结账。他怎么会想到一个活儿，让自己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，从此进入娱乐圈，成为当红流量小生。一个到处打工的东北小伙，冷不防地得到了从未想过的名利。这是偶然间撞开了一个新世界的大门的类型，仿佛是命运给予了他一个金手指，他一点开就有了好运气。这种偶然性就很有传奇性，像是一个爽文，读者和观众看了很有代入感。凭借花千骨红起来的赵丽颖又是另一个路子，她生长在农村，因为选秀进入娱乐圈，从跑龙套开始，一直演到女主角。她一路走来更像是戏里的大女主，艰难险阻都没有挡住她的女主光环。这是励志型的，也充满了故事性。但是成毅又另外一个类型，他更像我们平平凡凡的上班族。03，老老实实读完专业院校，比起野路子传出来，就少了那么点意思。你做得好，那是你应该的，毕竟这是你的专业。你做得不好，专业出身业务能力这么差。总之，无论怎样，就显得平凡了。何况又不是专业顶尖的那一波。成毅毕业后，签约了星汇天机，作为一家经纪公司。和成毅同期的有尹正、辛芷蕾，这些如今有名有姓的演员，当时还都是小透明。而翻开当时的新闻，这家公司最有名的男演员就是成毅了。后来终于有了和欢瑞合作的机会，便转投欢瑞。他到欢瑞时，李易峰和任嘉伦正当红，他能做的仍旧是在各种剧中摸爬滚打。这像不像普通人的工作历程？毕业之后干上了专业对口的工作，在一个不怎么样的小公司摸爬滚打几年后，
又转投另一家公司。可是跳槽也不是精英类型，在这家公司里早就有了业务骨干，公司的重点培养，一时半会儿也轮不上自己。这时候，有的人就选择了自暴自弃，要么吊儿郎当混日子，毕竟有工作就有工资，或者因为看不到未来，选择转行的也很多。何况是竞争激烈的娱乐圈，有的人走其他路子，不管褒贬，先混个脸熟，这样子好坏不评说，也是一条出路。但是他走的是一条普通人走的路。看过一个采访，他去参加综艺1年级，导师袁咏仪让他放下包袱，好好说说心里话。他顶着满头五颜六色的发卡和头绳，非常委屈地说：“我之前去演戏，有导演说我根本就不适合做演员。”他委屈的到抹眼泪：“我不会，你可以教我，但是你不要一上来就否定我。”请点击输入图片描述，你看像不像生活中的我们？初到社会，满怀憧憬，准备为了自己的理想待干一场，还没着手干，就被人泼了一盆凉水。你不行，你不适合，你还是趁早换个工作吧。被贬低、被打击，是初入社会的年轻人们必经之路。只有被生活按在地上毒打，反复摩擦之后，我们才算是成年人。被说不行，还是要憋着一口气，我就是要行。听起来像是孩子气的宣言，这样的话很容易就说出口，但是能够真正做到的人很少。有人说，我下了班就开始看书，一定要每年看满100本书，等到下班只想躺在沙发上刷刷剧，第二天重复第一天的流程。03，在经历各种打不完的酱油，终于演上主角后，满怀希望的训练几个月，拍摄完成拯救汪星人。大电影上映2天就下架，这也很正常。接到项目，并不一定是你不够认真，有时候就是甲方爸爸改主意，项目黄了，或者项目本身就不够好，怎么做就是做不起来。除了得到点工资，好像什么也没得到。但是在这一次次的工作中，只要有心，就像是游戏刷怪，经验值不知不觉已经上涨了。终于在一次次积累中，也变得优秀了。据说是因为他之前饰演了《怒海潜沙》和《秦岭神树》中小哥张起灵一角，导演觉得他打戏不错，便得到了饰演琉璃男主的机会。你看，普通人的成功之路就是一点点积攒经验。就算是金子总会发光，你的体积太小，闪光点不够明显，发光也很难被人看见。你必须要不断的积累，达到让人看见的点，才有可能被发现。因为之前的积累，终于得到了一个参与大项目的机会。当然，一开始也并不晓得这个项目会让自己得到质的飞跃。在陶杰的《杀鹌鹑的少女》中有这么一段话：当你老了，回顾一生，就会发觉，什么时候出国读书，什么时候决定做第一份职业，何时选定了对象而恋爱，什么时候结婚，其实都是命运的巨变。只是当时站在三岔路口，眼见风云牵强，你做出选择的那一日，在日记上相当沉闷和平凡。当时还以为是生命中普通的一天，还是像以往一样勤勤恳恳做事，努力完成手里的工作，以为也就是刷经验，没想到终于刷到了大宝贝。那一刻功成名就，原先不起眼的你，突然就被推到了中间，成为很多人想要认识的人。怎么看都是一个普通人一路熬出来的成绩。诚意的成长路线就是这样单调，没有任何传奇性，也没有那种非常励志的剧情。就算是想给他写个人物传记，好像也显得太过平淡，无从下手。怎么看都是普普通通的社畜人生。一定要说天赋吗？不，如果是天赋异禀，
老早就被发掘出来，捧上展示台，成为耀眼明珠。而大多数普通人要成功，就是这样日复一日，不停摔打、磨练，最终熬出一点成绩来。